一提到灵性，大部分人脑海里浮现的，要么是手捧水晶球占卜通灵的欧洲女巫，要么是身披袈裟吃斋念佛的虔诚僧人，亦或是手持拂尘仙风道骨的道家仙人。这些人虽然来自不同派别，但神情上似乎都有着一抹淡然与神秘，有些甚至拥有一般人不具备的特殊能力。而这样的刻板印象让很多人觉得灵性就是类似宗教神神叨叨的存在。那事实果真如此吗？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，《人类简史》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曾这么论述宗教与灵性的存在：宗教就是一份契约，而灵性是一段旅程。在未来简史中，尤瓦尔继续阐述，宗教对世界提出一套完整的描述，并提供一份定义清晰且载明各项预定目标的契约。如果你服从上帝，你就能进天堂；如果你不服从上帝，你就会在地狱里被烧死。但灵性之旅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，它通常是以神秘的方式把人带向未知的目的地。旅程一开始，通常都是一些大问题，例如我是谁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什么是善？在大多数人欣然接受由当权者提供的现成答案时，灵性追随者却不那么容易满足。他们会下定决心追寻着这些问题，不论这些问题将他们引向何方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灵性高的人都有的4大特征。1. 灵性高的人拍照往往不上相。古人云，福人不上相，贵人难留影。那些有贵气、有灵气、有福气的人，往往本人比照片好看得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灵性越高的人，无形的能量和气场就越强，这部分能量是照片显化不了的。2维的影像无法呈现4维的能量。除此之外，这也是灵性的自我保护功能，因为灵性是需要被保护起来的，不能被人人都看见。灵性一旦泄露，生命的能量就会大大降低，所以当拍照那一瞬间，灵性会自动隐藏起来，甚至会干扰摄像头的工作。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：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也就是说，高人无相，真人无影。灵性越高的人，拍出来的相片总显得呆板。灵气之人难被定格，能被轻易定格之人都是俗人。真正的美，美在神韵，不在皮囊。那是一种流动的、鲜活的、变幻莫测的能量，绝非某一个静态图片所能涵盖。现在很多人沉迷于用美颜相机拍照。美颜相机有一个功能，就是给没有灵性的人增添神气。它能把很多庸俗之人拍得很有贵气，而世界上拍照的人根本没有这种神韵。其实这就是自欺欺人，这让很多人活在一个自己营造的假象里。
越来越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，现实跟幻象的差距越来越远，导致人们越来越焦虑和失落。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直面自己的勇气。一个人的神韵和贵气可以通过修行得来，我们应该多多修心，而不是沉迷于美颜相机的拍照。而灵性高的人都可以一眼看穿真相。奉劝大家一句话，千万不要跟那些灵性高的人玩心机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你所有的聪明在他眼里都是雕虫小技，你的一切心机他都了如指掌。他们只是看着你在表演，之所以没有拆穿你，是因为他们在看穿之后选择了善良。擅长心机的人还在脑的层面，是逻辑和道理层面，而灵性高的人则是在心的层面，是明心见性的层面，心比脑高一个维度。所以我们经常说心想事成，而不说脑想事成，这完全是两个维度的能量。有灵性的人对付有心机的人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灵性高的人就是明心见性之人，他们的心是开放的，是直接链接宇宙的，是可以调动宇宙能量的。所以他们不能随便起心动念，因为他们随便一个心念都很容易变成现实。他们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这种人太厉害了，就不能随便出手了。灵性高的人是无相的，他是什么相，只取决于你。当你盛气凌人，他就呈现威严相；当你天真浪漫，他就呈现可爱相；当你世俗现实，它就呈现功利相。它本无相，亦有万象，它是何相，只取决于你。你能见得到它哪一面，只取决于你的境界和维度。灵性高的人还有一种本领，叫做心通。他们能接受到的能量频率范围比较广，而普通人由于欲望太深重，只能接受到某一个频率范围之内的能量。这就是庄子说的是欲深者天机浅，而他们的心太干净太清澈，就像明镜，所以能照见世界，照见别人。因为照见，所以慈悲。他们喜欢独处，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有了逢人作戏的兴趣。一切伪装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，只是他们足够慈悲，所以他们看起来很温和。但不要忘记，他们也有金刚手段。真诚是和他们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。3. 灵性高的人总有点忧郁。尼采说，凡是灵魂高贵的人，多少都有点忧郁的气质。那是因为他们看透了社会的真相之后，选择了善良；看透了众生的可怜之后，选择了悲悯。一个看透世界底层逻辑的人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必定是个忧郁的人。这种抑郁来自对众生的同情，这种抑郁甚至带着一点悲观。因何而悲观？因为看到各种不合理的地方，看到了很多待改变的地方，
看到了需要被拯救的众生。悲观是一种慈悲，是一种大爱。人类有史以来，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人，很多都是悲观的人。曾经有这样一个调查，美国有史以来的总统在当选之前可以分成两派，一派是悲观主义者，另一派是乐观主义者。历史证明，那些悲观的总统取得的成就更大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悲观和抑郁气质的人反而更容易成功呢？因为悲观主义者有极强的同理心，总是悲天悯人，胸怀天下，心系苍生，所以可以通天彻地，更容易看透天道，而且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最糟糕的结果，从而做出更加谨慎的选择。悲观是一种远见，是一种良知，更是一种能力。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，苟且偷生的人不可能悲观，而乐观的人往往都是肤浅的享乐主义者。乐观是一种妥协，是一种庸俗，是一种躺平，是破罐子破摔。经常有人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但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没有看清真相的残忍而乐观，这叫傻天真。这种人总有一天会因为过于天真而遭受打击。唯有那些看透了世界的残忍之后还能保持乐观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乐观。有人会说，那悲观和抑郁的人岂不是活着很痛苦？其实恰恰相反，悲观到极致反而更容易走向乐观，因为接纳了最残酷的真相之后，哪怕是很小的一件好事都是惊喜。这样的人生活处处是惊喜，随时收到生命的礼物，又成了一个乐观的人。所以悲观可以和乐观同在。什么叫开悟？当你的大脑里可以同时容纳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，并且还没有内耗的时候，就是开悟。一旦抵达这种状态，没有你接纳不了的东西，也没有你接受不了的结果。这时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可以全然活在当下。人生有三重境界。第一重境界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这种人头脑简单，但也最容易被现实世界伤害。受伤之后在满街叫喊，说世界欺骗了自己。第二重境界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这种人最痛苦，因为他们看得似透非透，努力挣扎却又无力改变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沦陷。第三重境界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这种人最幸福，因为他们彻底看透了世界的真相，并且驾驭了世界，做到了宠辱不惊，拥有了超然的心境。真正的高手都是第三种人，他们既是悲观主义者，但同时也是乐观主义者，因为他们虽然经历和看到了种种不公，却依然相信光明终会出现，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。这也叫乐观的悲观主义者。内核是悲观的，外在是乐观的，很符合阴阳之道。
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你看清它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它，这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。4. 灵性高的人就像一道光，人到了一定境界就会散发一种能量，这股能量就像阳光一样照射进别人内心深处，这种特征简直就是必杀技，可以征服一切。其实每个人见到能量高的人都会心动，只是那不叫爱情，那是生命的原动力，是每个生命的根本属性，就像花儿永远朝向太阳一样。很多时候让我们心动的不是爱情，而是生命在向往更高维度的存在状态。如果你觉察到了这种内在的渴望，你也可以做到让所有见到你的人心驰神往，魂牵梦萦，因为你本自具足，因为你生生不息，因为你自信且圆满，所以你是山峰，你是雪原，你是传奇一般的存在，他们都会千里迢迢跑来观赏你。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，就是能够点亮和照耀别人。一个高级的生命，一个高燃的灵魂，时刻都在发光，谁见到它都会燃起来。这是一个人人缺爱的时代，很多人都处于迷茫、焦虑、浮躁，甚至抑郁和自闭的状态。哪怕能给他们一丝阳光，他们就会灿烂，就会绽放。世界上最值得欣赏的人，是可以把智慧和慈悲同时兼具的人。虽然他们的维度都远远高于我们，但还是愿意倾听我们的心声，懂得向下兼容，滋养我们的灵魂。这种人走到哪里都是宝藏，所在的地方都会栩栩生辉。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就是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像光一样射进每个人的生命里，扫除别人内心的阴霾，给人带来温暖，让人看到希望。你点亮的人越多，照耀的人越多，你的能量就会越大，直到最后成为一座灯塔。如果可以，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你走出黑暗。如果可以，请保持内心的善良，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而看到希望。这就是高级的灵魂，有缘人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蕴含着灵性基因，只是开启程度不同罢了。当你开始专注观察世界，用心感受生活，你的灵性能量便会随之提升。而随着灵性能量的不断积累，最终你会来的个人成长最为重要的时刻，也就是接下来要说的灵性觉醒。那到底什么是灵性觉醒 Spiritual Awakening？ 还记得我们刚阐释过什么是灵性，现在你只需要明白什么是觉醒，便能参悟其中含义。觉醒是相对沉睡存在的，是觉悟的前奏。沉睡 sleeping 是一个人困于头脑编织的梦境时而呈现的自然状态。那时的你意识不到自己在沉睡，只知道每天都在重复相似的困扰，体验对未来的担忧。觉醒 awakening 则是一个人从千丝万缕的思维束缚中挣脱，
开始从头脑走向内心。那一刻，你会感觉自己如梦初醒，开始真正看见这个世界，而不是头脑中的梦幻泡影。而觉悟 enlightening 则是一个人走完心灵成长旅程后最终呈现的圆满状态。到那时候，你将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与人生使命，体验到持久的平静祥和，并懂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在的爱与丰盛。为了更好理解这三者， Grace 做了下方这个表格。可以看到，觉醒是沉睡与觉悟模式中最关键的衔接点，它好比黎明破晓的晨光，照亮一度被黑暗笼罩的大地，引领生命朝更加光明的状态进化。在明白什么是觉醒后，接下来让我们把对灵性和觉醒的概念进行整合。简单来说，灵性觉醒是你通往内心觉悟之旅的起点与开始，通常它会发生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，你无法为其提前做好准备。这股觉醒之力就像龙卷风般突如其来闯入你的生活，把原先的世界彻底颠覆。听从它的呼唤，你的生活便会开始转化，如破茧而出的蝴蝶，开始体验生命的意义。拒绝它的呼唤，你的生活便会继续沉沦，如陷入流沙般无助，继续经历生活的苦难。而当你体验过灵性觉醒，你便会看穿这个世界的谎言与假象，继而开始领悟到，任何外部的事物永远都无法带给内心真正的幸福与满足。这种深刻的洞见会让你更加渴望真正的智慧，继而不断寻求心灵的成长，以实现内在的疗愈与完整。接下来有36个征兆和启示，预示着你的灵性力量正在觉醒。看看你有几个。内在体验。1. 更强的直觉和内在指引。你会感到更强的内在声音，更信任自己的直觉，并能更容易地接收到来自内心的指引，感觉自己对某些事情的感觉比以往更强烈和可靠，对他人情绪的瞬间洞察，或内在声音变得清晰，可能开始信任直觉而非逻辑。2. 深刻的共鸣和同情心。你会对他人的痛苦和快乐有更深刻的感受，更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人的处境。你可能会对社会不公、环境问题等更敏感。3. 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。你会对哲学、灵性、宗教、心理学等领域产生浓厚的兴趣，渴望学习和探索宇宙的奥秘、人生的真相。4. 内在的平安和喜悦感。即使生活中遇到挑战或困难，你仍然可以体验到内在的平静、喜悦或感恩。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幸福感，不完全依赖外部环境。5. 更强的自我意识和内省。你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思想、情绪和行为模式，愿意反思自身，并努力提升自我。你会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阴影和优点。
你可能会更加意识到更深层次的存在层面。6. 更频繁的顿悟或开悟时刻，短暂的开悟瞬间，突然体验无条件的爱与平静。尽管这种状态可能稍纵即逝，你可能会突然对某些事物有了更清晰的理解，或者体验到灵光乍现的时刻，仿佛谜题被解开。7. 对宇宙的敬畏感和连结感，你会感受到自己与宇宙万物之间的深刻联系，体验到一种超越个体存在的宏大和神秘感。观察自然、星空等会让你感到特别的震撼和感动，对自然产生强烈共鸣，能感知植物、动物的能量，季节变化引发深刻情绪反应。8. 时间感的改变，你可能会感觉时间变得更加流动，时间感模糊，容易进入心流状态，对过去、未来的执着减少，更专注于当下，对当下时刻的体验更加专注和深刻。9. 对意义的追问，开始质疑社会常规如工作、消费主义，思考我为何存在、生命的终极意义等问题。你可能会开始质疑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渴望找到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和目的。过去的物质追求或世俗成功不再能完全满足你。10. 使命感涌现，深刻感知生命召唤，渴望探索未知领域或服务更高目标，明确感受到人生使命的召唤，渴望通过服务他人或创作实现价值。个体逐渐感知到生命使命，渴望脱离机械化的生存模式，转而追求精神成长和更高维度的存在意义。这种转变可能伴随对人生目标的重新定义。11. 万物一体的感受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与自然、他人甚至宇宙的深层连结，可能通过冥想、艺术或自然体验触发，对自然破坏产生强烈情绪反应，如愤怒或悲伤，同时与自然界的连接感加深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。此外，对他人能量的感知能力增强，可能表现为共情超能力或对负面能量的排斥。12. 同步性事件增多，频繁遇到巧合，频繁遇到重复数字及天使数字。巧合事件或梦境预兆被视为宇宙力量指引的信号。身体感受。13. 能量频率提升的生理反应，身体可能出现震动感，如头皮发麻、脊椎能量流动、体温变化发热或发冷及电流般的触感。部分人伴随耳鸣非病理性的低频嗡鸣。身体疼痛感多集中于肩颈、背部或头部，被视为旧能量剥离、能量净化的表现。14. 能量感知增强，你可能会感受到身体能量的流动和变化，能够感受到自己和他人周围的能量场，比如在与不同的人接触时，能够感知到对方的能量状态是积极还是消极。
这种敏感度也可能会延伸到对自然环境能量的感知，比如在某些地方会感到能量特别强烈或平和。15. 脉轮激活，头部顶轮、眉心轮能量活跃，静坐时可能感知光或画面，背部自然挺直反映能量充盈，顶轮能量活跃，如感觉能量从头顶灌入。16. 身体敏感度提高，你可能会对环境中的能量、食物、化学物质等更加敏感，对噪音、人群或某些食物变得敏感，甚至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，如头痛、心悸，传统中称为能量升级的反应。17. 睡眠模式改变，可能会出现睡眠时间减少、睡眠质量提高或睡眠模式不规律的情况。睡眠时间减少但精力充沛，或阶段性嗜睡以整合能量。18. 梦境的变化，梦境呈现预知性、象征性内容，同时经历清明梦，在梦中保持意识清醒，或密集梦境。梦境内容可能包含灵性启示，频繁做预言梦、清醒梦，或梦中出现象征性意象如水、光等。梦境可能变得更加生动、有意义，甚至可能出现预知梦或灵性启示性的梦境。19. 情感的波动，可能会经历强烈的情感波动，包括悲伤、喜悦和宁静，无缘由的悲伤、愤怒或喜悦可能涌现，甚至与当下生活无关，像是过去压抑情绪的释放，因释放过往创伤或集体潜意识能量，出现无明确诱因的哭泣或告别旧模式的哀伤感。认知转变。20. 物质欲望降低，对购物、社交媒体的依赖减少，转而追求简单、有深度的体验。你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物质财富、名誉地位或世俗的享乐，你会更看重内在的价值和精神层面的追求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变得贫困或不关注物质生活，而是价值观发生了转变。21. 超越世俗的快乐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那些以前让你快乐的事物失去兴趣，转而追求更深层次的满足。22. 对自然与艺术的亲近，突然被星空、植物、音乐或绘画打动，感受到超越语言的美与共鸣。对自然的热爱和回归，你会更加渴望与自然亲近，例如花更多时间在户外，欣赏自然的美景，感受大自然的能量。23. 对控制欲的放下，你会意识到试图控制一切是徒劳的，开始学习臣服于宇宙的流动，接受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和变化。24. 远离冲突与评判，对人际冲突失去兴趣，减少评价他人和自我批判。25. 批判性思维的增强，你可能会开始质疑社会规范、传统观念和权威，不再盲目接受既定的事物。
而是用更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世界。26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，你会逐渐意识到好与坏、对与错等二元对立的局限性，开始理解事物的相对性和统一性，对是非黑白的执念减少，更倾向于理解而非评判，包容性增强。27宽恕能力增强，你更容易宽恕自己和他人的错误，放下过去的怨恨和负面情绪，你会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旅程中都会犯错。28更强的边界意识，你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界限，更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，拒绝不健康的或消耗性的关系。29更无条件的爱和接纳，你对他人的爱和接纳会变得更加无条件，不再带有过多的评判和期待。生活方式30饮食习惯改变，可能会对某些食物不再感兴趣，或者对健康饮食产生更强烈的渴望。31生活转折事件，可能经历工作、关系的重大调整，遵循内心指引而非外界压力。32孤独感与疏离感，感到与周围人或旧有生活方式格格不入，仿佛无法再假装正常。觉醒者可能疏离旧有社交圈，厌恶表面社交，渴望深度连接，甚至因意识层次差异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。这种孤立感常被描述为灵性成长的必经阶段，常感觉与人群疏离，甚至产生不属于此时此地的孤寂感。这是跨越能量门槛的过度表现，更享受独处时光，减少社交活动，转向内省与自我对话。33生活变得简单，你可能会追求更简约、更环保、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，更加注重活在当下，享受简单的小事，减少对媒体和负面信息的关注，会有意识地减少对电视、新闻、社交媒体等信息的摄入，尤其是有害身心健康的负面信息。34创造力增强，灵性觉醒可能会激发你的创造力，你可能会在艺术、音乐、写作或其他领域找到新的表达方式，灵感涌现，解决问题的创造力提升，同时行为更自发，可能突然改变职业或生活方式以契合内在使命。35对冥想和精神实践的兴趣增加，你可能会自发地寻找冥想、瑜伽或其他形式的精神实践，以支持内心的平衡和成长。36人际关系的净化，主动疏远消耗能量的人际关系，或与某些人产生无法解释的深层连接，对低能量关系敏感，主动疏离冲突，以包容与慈悲对待他人。如何应对这些征兆？一、允许与观察，不抗拒也不过度解读感受，像旁观者一样记录变化。二、接地练习，通过散步、烹饪、园艺等身体活动保持平衡。三、选择性分享，
与理解灵性成长的人交流，避免被否定消耗能量。4. 保持耐心。觉醒是螺旋上升的过程，可能伴随反复与整合期。重要提示： 1. 并非所有体验都是灵性成长，剧烈情绪波动或幻觉也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信号，需结合现实功能判断，如是否影响工作、社交。2. 无需追求特殊征兆，有人通过静默的觉察而非戏剧化体验觉醒，过程没有高低对错。灵性觉醒的本质是剥离社会赋予的假我，逐渐接近更真实的生命状态。它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条持续探索的道路，最终指向的或许不是成为觉醒者，而是学会以觉醒的方式活在平凡中。灵性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灵性觉醒并非都是积极和愉悦的体验，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情绪波动，旧有模式的瓦解、自我怀疑等挑战。不要执着于觉醒这个概念本身，重要的是关注自身的成长和内在的转变，而不是追求某种特定的状态。灵性觉醒最重要的是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尊重自己的节奏，并以爱和慈悲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成长之路。你要自己去体验和理解你的灵性觉醒之路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顺应天道，愿你与时代同频共振，乘风破浪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都是修行福田中的一粒芥子。回复一句灵性觉醒，你的灵性能量将彻底觉醒，你的生活将迎来巨大转变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